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戏路不宽，沉默少言，脸将斗鸡眼，诚意因赴山海失望透顶。在你开始阅读之前，麻烦点个关注吧，这样不管是讨论还是分享都更方便，也能让你感受到不同的参与氛围。创作不容易，多谢你的支持。现在最火的电视剧非赴山海莫属了，稳稳占据着排行榜的第1名，真是人气爆棚。自从这部剧播出以后，热度一直没减过，连央视网都全力帮着推，说明它的影响力可不是一般的。不过，这么火的一部剧，观众对它的评价却呈现两极，有人觉得剧情挺不错，演员们也挺拼的，可是更多人也不留情面的吐槽，觉得剧情荒谬的不行，假山假景也让人觉得很做作，至于演员的表演，更是差得令人难堪。接着，咱们就来看看这部剧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吧。要说作为一部古装剧的男主角，条件还是挺讲究的，不是一味的靠长得帅就能办的。像《藏海传》里的肖战，五官挺规整，演技也挺细腻，就算没说话，也能感觉到他的心情和内心的感受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在高清镜头中，他的皮肤纹理一览无遗，毛孔、清晰的眉毛、嘴角的细纹以及胡茬都能一览无余，让人感觉特别真实，仿佛置身其中似的。可再看《赴山海》里的程毅，那粉色带钻的衣裳穿得抢眼，脸蛋白到发亮，眼影和眼线都画得格外明显，整个人多了点女人味十足的感觉。在剧情里，他明明是个武艺超群的侠客，可偏偏给人一种柔弱无力的感觉，完全不像个有男人气概的模样。就算是在哭的时候，他那白皙的脸上也留下了2条泪痕，好像泪水把原本的妆都哭花了似的。不得不说，现在的男演员妆容比女明星还浓，脸都白得像抹了层腻子，连本来的模样都看不清楚了。他们一站一搭，明显就是一个比一个白皙，一个比一个细致，怎么看都不像是日常在武侠世界里的人嘛。可能是化妆太浓，或者滤镜和美颜效果太厉害了。总之，这部剧让人觉得挺空洞的，什么都像是虚假的似的。除了脸以外，他的头发也达到了360度无死角的完美状态。当程毅在空中翻身甩动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他的长发还紧贴在背上，根本没受到任何干扰。难不成古代的人们就没有地球的引力吗？提到程毅，在娱乐圈里颜值还算过得去，可是他在剧里的打扮和妆容，真是让人一言难尽呀。那眉毛像流水线一样整齐，口红也涂得浓艳，再配上眼下那块红色眼影，不留神还以为他刚哭完呢。这演技是不是还差点儿妆容凑上去帮忙的？说实在的，程毅在其他的剧里面表现还算挺不错的，表情挺到位，台词也挺清楚的，粉丝还挺多的。要说的话，唯独在《赴山海》这部片子里，程毅的演技算是明显倒退了，感觉比以前差了不少。是不是因为资源太好了，反而有点放松了，懒得用心演呢？兄弟为了自己拼命，快不行了，程毅就站在他床边，脸上皱着眉头，嘴角撇着，似乎还带点不耐烦的样子。这表情根本看不出他对好兄弟有半点不舍的意思啊！连站在一旁的配角表情都比他更沉重，就像快要忍不住哭出来似的。当程毅刚一穿越过来，看到屋里满是古代的摆设和古人，他竟然一点都没有惊讶，只是低声自问自答：难不成我穿越了？只见他面色平和，毫无波澜，脸上的僵硬表情实在不像个男主应有的模样。再说，这部剧的场景布置也挺假，那感觉真让人一瞬间无法集中注意力。说实话，这些古装剧的拍摄嘛，特效少不了，
可要是全是那些假山假景，人物都靠抠图拼凑，那就真正没有继续看的兴趣了。这张照片里，一群人在广场上比试拳脚，导演大概是想营造出那种气势非凡的场面，所以就特意拉了个远景。左上角那假山，连影子都透明叠在一块，搞成这样，实在是不尊重观众的眼睛，倒不如那些短剧效果自然呢。在富山海里，程毅总是一脸茫然的模样，甚至还出现了斗鸡眼的情况。有人把他和猫的照片合成在一块儿，这演什么？简直就差不多，是真的一模一样。就是说啊，男主能不能找个有真人味的来演一演？那一脸木讷的模样，真让人提不起兴趣来。再说了，程毅作为个演员，连最简单的台词都听不太清楚，他一开口，几乎嘴都不怎么动。就算气得不行，脸上也没显露一丝情绪，反而嘟着嘴，拼命地念着台词，脸上完全没有什么变化。原本以为这部剧里除了女主古力娜扎，其他演员都挺不错的，可结果发现她演戏用力过头，老是瞪大眼睛，嘴巴往下一撇，整张脸看起来特别长。没料到，连男主程毅也成了个混子，演戏的时候一点热情都没有，面无表情的，啥都得靠观众自己猜。程毅原本口碑还挺不错，结果这部《富山海》一播出，直接把他的形象给搞糟了。《富山海》作为一部备受瞩目的古装大剧，播出后虽然热度居高不下，但口碑却呈现严重的两极化。观众普遍的失望焦点落在男主程毅的表现上。程毅在《莲花楼》《南风知我意》等剧中，曾凭借清晰的台词与细腻的情绪拿下不少好评，但这次在《富山海》里，他的状态却显得松散，戏路单一，人物塑造缺乏层次感。无论是兄弟濒死的场景，还是出入意识的惊讶瞬间，他都保持着几乎一成不变的面瘫表情，观众很难带入角色的情绪。外形方面也存在较大争议，过于白皙的妆容，明显的眼影与口红，让角色失去了侠客应有的硬朗气质，反倒显得女性化、失真。再加上部分镜头中出现的斗鸡眼表情，更让人出戏。更让人遗憾的是，程毅的台词功底也未能延续过往优势，吐字不清，嘴型僵硬，缺乏应有的张力。综合来看，《富山海》不仅未能展现他的成长，反而暴露出他戏路不够宽广、角色驾驭力不足的问题。这部剧或许能靠热度继续，但对程毅个人的口碑无疑是一记重击。